现在红球基本都可以单下，接下来就是细腻的小半台围球盛宴。你还记得火箭这个诡异的笑容吗？因为一般的乱局他已经完全提不起兴趣。此时不仅11颗红球就有5颗贴库，而且所有彩球还全都不在点位，明明就是一个人见人嫌的变态残局。他的眼睛里却闪烁着无比坚定的，只要他出手就特别让人放心。不过接连几杆大范围衔接仍然没有调整舒服，目前最关键的还是中间这颗红球。这才是火箭最顶级的防守反杀，仅仅只是一杆简单的轻推，却让局面瞬间变得异常凶险。因为此前两人的防守已经把红球打成4下漏风，现在不仅没有回防线路，就连沉底也是杀机四伏。火箭悠闲地端起了水杯，开始愉快欣赏尔比兄的纠结。抢食的比赛，火箭已经疯狂7连鞭，只要赛大师这杆稍有失误，那等待他的就又是新一轮的屠杀。所以尔比兄只能围着球台不停绕圈，希望可以找到母球安全的避风港湾。就在短暂的160秒长考过后，赛大师终于要出手了。不愧是已经连续4年世界第一的硬实力，赛大师这杆线路其实非常精准，但就是这差之毫厘的力度，再加上这天女散发的球形，最终还是没逃过漏球的厄运。火箭的内心早已经饥渴难耐，他根本不想给尔比兄丝毫起身的机会。好球，反底带大角度的黑球轻松薄进，而且母球一库顺利叫到低分值彩球。接下来就是火箭极致的围球盛宴，处理乱局的他简直比捡到钱还要兴奋。上手先来清理粉球左侧的中带线路，因为此时黑球已经彻底锁死。虽然现在粉球有了3条进攻线路，但是按照火箭的脾气，左下底带的这条通道也要快速扫清障碍。真的是艺高人胆大，母球如果再多走一点，复位的粉球就会挡住红球的打点，能把控球做到厘米级的细腻，这也是看火箭打球觉得容易的重要原因。不过这还远远不够，因为现在这个乱局不把黑球救活，那局面就会越来越难，看看火箭会怎么处理。19。局面还没明朗，而比兄已经一脸的绝望，因为眼前这个男人他比谁都清楚，火力全开的状态真的堪比天神下凡。真要命，这杆篮球角度很不舒服，如果选择绿球的话，那母球就需要绕台衔接红球，这是非常容易失误的一杆，看看火箭能否成功纠错。漂亮，发力的中高杆反赛，母球吃一库强行改变线路，但是力度好像小了一点，幸好还有右侧这颗红球可以强拼，现在急需一杆准度续命。好球，这就是火箭，连续2杆纠错，终于让母球回到正轨。谁都不知道比赛中什么时候会发生意外，但不是谁都可以像火箭这样，随时随地就能把意外轻松搞定。36。真的是纵享丝滑，不仅黑球精准打击，而且他还要顺便处理最左侧的难度红球，这无缝衔接的顺畅，丝毫让人感觉不到有任何难度。看火箭打球真的是一种享受，因为即使球形再难，心里也不会有那种担心受怕的小心翼翼。44。现在可以单下的红球已经足够超分，而比兄已经彻底绝望，高手过招，胜负就在一念之间。谁能想到开局一杆贴球的威力竟然如此生猛，而火箭这残忍的无情8连鞭，真是没有给世界第一留一点面子。52。59。收下超分红球，就连2位小朋友都激动不已，再加上这刺耳的掌声和尖叫声，而比兄的心简直比挨刀子还要难受。而火箭也并没有打算停下，因为这点超分优势还不足以让赛大师心服口服。这运气也是没谁的，难道剧情真的还有反转吗？现在这杆中带难度很大。
漂亮，真的是中代老王子。任何疑难杂症，只要到了火箭这里，他都一样给你收拾的服服帖帖。而比兄还是一脸的不服气，但这也正是赛大师扛揍的点，毕竟世界前16的球员里面有那么多一看到火箭就不会打球的，而比兄就是随时随地敢跟火箭决战到底。好球，贴库球也是小菜一碟，这个六边形战士真的找不到一丝可比。如果非要鸡蛋里挑骨头，那就是现在老头年纪大了，能看一局就少一局了。83. 84. 很可惜，最终分数定格在了94分，距离破百就差最后的1分1分。不过数据这个事情也是火箭最不看重的一点，他只关心自己的每次发挥是否足够精彩。